您交代的事情都安排好了。做得好，程一泽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怎么脱身。老大，这层楼我们都搜遍了，但是没找到人，他是不是跑了？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叫，上次就给我大声的叫骚一点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来不及了，看来只能这样。 언젠가 네 눈물이 멈추길 언젠가 네 어둠이 만지고 干什么？耽误老娘好事儿？关羽，我会不成。 Hey, what you doing to me, babe? 这混蛋竟然趁我喝多了对我，早知道不帮他了，可惜没看清楚他的脸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监控。 思思，我爱你，谢谢你给我准备的惊喜。你爱我，那我运呢？当初是他厚着脸皮贴上的，我惦记的可以只是你。文韵姐，我跟卡龙是真心相爱的，求求你成全我们，求求你成全我们吧。温韵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你这种暴发户。像思思这么温柔善良的女孩才是我喜欢的，所以麻烦以后别再骚扰我。我骚扰你？王先生，这是昨晚的账单。刷卡吧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王先生，这卡刷不了。怎么可能？再试试。一定是你做了手脚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女人这么恶毒！我恶毒？这张卡本来就是我的，你拿着我的钱去养别的女人，我冻结有问题吗？他穷的要刷前任的卡。孟可人，思思，小白脸就要有小白脸去，跟我斗，给我滚远点！思思，你好，我想查一下3楼的监控。不好意思，温小姐，昨天晚上3楼的监控全坏了。什么？你怎么在这？给我滚！该滚的人是你吧？现在温家已经没有你的房间了。天还亮着呢，做什么成就大门？这里是我家，有你什么事儿？哎呦，是阿韵回来了呀？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呀？我好给你接风呀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你妹妹。爸，我妈呢？我送你妈去养病了。骗人！分明是为了跟这个小三在一起，才把我妈送走。你竟然敢勾引我爸，还要不要脸？你给我住口！今天既然回来了，就给我好好准备准备，嫁到程家去打少奶奶。不嫁，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怎么办呀？程家可是豪门大户，多少千金都上赶着要嫁给程少呢。既然是这么好的亲事，你怎么不让李思思嫁？思思还小呢，都当小三了，哪儿小？
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是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你不是想见你妈妈？只要你乖乖嫁到程家，我就让你立马见到她。否则，我会让你妈生不如死的。好，嫁！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屈辱通通还回。魏小姐，请吧，我们先生还在上面等着你呢。不是结婚吗？来这里干嘛？你该不会以为自己嫁过来真的是当少奶奶？你只是来赔罪的，请吧。太真熟悉，这不是我的新娘子吗？过来，站住！我都坐轮椅，凭什么坐沙发？你是看不起我这个残疾人？我没有。喝了。知不知道你过来是干什么？给他满上。老三，弟妹既然说她不会喝酒，就不要为难她了。毕竟是你刚过门的妻子。我再问你，你到底喝不喝？不喝。哦，对了，老爷子让我告诉你，这已经是你的第4任妻子了，不要玩得太过。身体不行怎么办？我那有药。你又想耍什么花？我要当程家的3少奶奶，这样才能对付了那么多人。求人就要有个求人的样子，让我开心了，什么都好谈。什么东西那么膈应？都给我出去！少爷，按他这么说，这个和之前那3个相比，确实不同，很干净。只可惜，既然他们这么煞费苦心，安排一个新娘子来监守，就好好陪她玩玩。毕竟做戏要做全套。你最好乖乖听话，否则你会很不好受。三弟妹，上车，爷爷想见你。你知道温家把你送来是干什么的吧？我知道。在我们陈家不需要你挣钱，只要你给一泽当好贴身助理，再跟他生个孩子。爷，我已经吩咐人给弟妹炖了补肾汤，也好让您啊早点抱孙子。这么着急要孩子，
不如你自己生一个。放肆！你结了3次婚也没有孩子，难道你想断了你父亲的香火吗？我是在如您所言，当初就是您逼我父亲娶他不喜欢的女人，才会被害死。爷爷，老三他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可千万别在意。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跟上去！过来。靠近。程家南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嫁给我这个废物？他费尽心思的把你留在我身边，他想让你干什么？我跟陈家南不认识，爷爷说你腿脚不好，让我贴身照顾你。滚！给你滚！我不需要。在这儿装可怜。三弟，你把他推得越远，他就离我越近。阿运，我看你刚才在这睡着了，怕你着凉。几点了？哎呀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你去换身衣服，我送你吧。可是我就带了这一身衣服。没关系，我给你买。那女人要和陈家囊这么亲近，要不要照着前3位的惯例把她送走？在我没玩腻之前，谁都不许。让你们培养感情，你可好？为什么偷偷跑了？对不起，爷爷。不能再任由你们胡闹了，必须得给他留个后。他不配合，我自己也没法生。就算做试管婴儿，他也必须得留个后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取了精子以后马上拿出来，会有人专门在外面等你。啊！外面都说他不行，我要怎么取嘛？取精，取精，取精，怎么取呢？就这么听他们的话，我该让你知道你是谁的人。就这么迫不及待？不是，我是爷爷。既然你来了，就开始吧。啊不！装什么精神？温家把你送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工具都带来了，下面该怎么做，你应该知道。陈先生。你出去！我为什么会对他有反应？难道痊愈了？跟他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我要洗澡。洗澡？要我帮你洗吗？他们没教你贴身助理应该做什么。妈妈，给我这个残疾人洗澡，你不愿意？我是怕你不好意思。给你放上啊，走吧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脱衣服。我可没有跟别人洗鸳鸯浴的习惯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让你帮我脱。你想什么呢？站住！我让你帮我脱衣服，你听不见是吗？
你往哪摸啊？能不能认真？陈一泽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从来没给别人洗过澡，今天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你又对他有反应，陪我睡一觉。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你有没有去过月色酒吧？我一直在国外留学，没有回来过，更没有去过你说的那个酒吧。我先出去了。那个女人到底查到没有？废物！继续查。怎么感觉这么恶心？不会是怀孕了吧？你怀孕了？医生，我现在对女孩有反应，是不是病已经好？你只对特定的人起反应，说明病还没有彻底好。我对2个人都有反应，月色酒吧的女孩和我现在的妻子。如果你能确定你对她有感觉的话，那就好好跟她相处，最起码要观察1年，看看病情有没有改善。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感冒了，你呢？哦，我发烧。你过来，过来。果然烧得厉害。今天外面风大，你穿这个。这家伙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？我不要了，我好好的。签了吧，婚姻合约期限只有1年而已。等我腻了，你随时可以。陪睡？不行啊，我们2个之间又不是真的夫妻关系。陪睡也是夫妻义务的一种，而且在合约期间内，你可以利用程太太的身份做你一切想做的事。不过你不可以接触她，如果让我发现我在欲望，我会打断你的腿。完了，要是陈一泽知道我怀孕，就死定了。不行，我要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少爷，魏小姐不见了。挖地3尺也要给我找到。您不是一直都想让她走吗？备车。喂，魏玉找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会儿见了3爷，你要给我好好的赔罪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这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我带你是来赔罪的，可你竟然敢给我跑！住手！谁让你动手？滚！
对，三爷。把他给我带回来。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。是不会见的，我又不是你的泄欲工具。你那么迫切的逃跑，是不是嫌弃我是一个废物？说话，你回答我！吃药。你不要这样侥幸面对。那个邪药我是不会签的。你先把药吃了。不签也可以，但是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还有，不能跟别的男人接触。要是让我发现你给我戴绿帽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公司有个度假村的项目交流会要开，你到时候陪我去。只去买几件好看的衣服，别穿的那么寒酸，丢我的人。记得吃药。死瘸子，让我刷你的卡，来，这些我都要，这个也要。哪个是最贵的？都不便宜，这一排都给我拿下。好嘞。我以为是谁呢，竟然是你。哟，你怎么有钱逛这种地方？又找到了新的金主啊？哟，姐姐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陈家少奶奶了，不过是个陪睡的工具罢了。工具怎么了？那也比你这个只会倒贴男人的小三强。你兜里有几个子儿，我会不清楚吗？买不起就不要装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如果您买不起的话，退了也不丢人。这年头，谁都敢这儿消费了吗？你这种穷酸货，真不要脸！是啊，所以你们店员可得看清楚了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配进来消费。刷卡。陈家怎么可能给你黑卡让你随便消费？这一定是你偷的。陈家怎么可能给你黑卡让你随便消费？这一定是你偷的。把卡还给我。我天，这男人好帅呀！你怎么来了？看你这点出息，站着等人打。难道他就是那个残暴的陈家三少？姐夫，你不要怪姐姐手脚不干净，她可能真的没有衣服穿了，才会偷你的卡。他手脚？是啊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他了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他这一回吧。这的确是我的卡。这下看你还怎么抵赖。少爷，过户手续已经办好。从今天起，这家店就是你的，喜欢哪件就是哪件，你可以买一件扔一件。从今天起，这家店就是你的。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原谅我吧。李小姐，把卡还给我吧。姐夫，我刚才也是好心嘛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把无关的人都给我赶出去！姐夫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不是坏人，她是我姐姐。还不快走！陈一泽，你说你非要为了帮我出头买下整个店？你不要自作多情，我不是因为你，要不是刚才你在这里丢我的人，我也不会多花这笔冤枉钱。这个人就是嘴欠了一点，其实也没那么坏。给你30分钟，选好衣服。没想到你打扮一下还可以。那当然。后背开叉那么高，前面都露出来了。你这也太保守了，太大男子主义了吧？你老婆露一点肉都不行。你刚才说你是我什么？老婆呀，本来就是啊。拿去挡着。三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度假村的事情现在传得沸沸扬扬，大家都在指责你，赶紧回去。
你今天穿的很漂亮，不过西装外套一直穿在身上，不会很热吗？还好，室内冷气比较足。我帮你拿着。看来你们两个最近有新进展呀，爷爷看到一定很开心。太太，少爷还等着你。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急着跟他打情骂俏。你又没听到我说什么，干嘛说我打情骂俏？我又不是瞎子，我难道没看见你们刚才站得有多近吗？可是我们现在站得更近。这还差不多。陈三少是吧？你明明知道那度假村有问题，为什么还要强制开工？啊！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想的？活该养成费！给钱！给钱！给钱！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把嘴巴放干净一点。你这个死残废，藏在女人背后算什么啊？我现在这么说他，你不想活了吧？贱！还我钱！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谁给你的胆子敢动他？陈三少，您对度假村项目的违规行为作何解释？说啥？到底说解释？把证据给我拿出来！什么证据？骗我们！这是那几个自伤受害者污蔑我的证据，我已经报警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哇，真的！走，把他摔下去！我操！肚子好疼，快联系医院！为什么还没好啊？可能还没结束。你是患者什么人啊？我是她丈夫。既然是夫妻，你怎么都不知道你老婆都怀孕了？你说什么？刚才摔倒的时候动了胎气，还好并无大碍。回去呢需要好好静养，你们赶紧去缴费吧。谢谢医生。想不到温小姐胆子这么大，竟然给您当冤枉。你去查一下，温韵和王凯然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是。怀着别人的孩子还敢来接近我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程家南先生，医院那边已经把消息封锁好了，要不要先预约流产手术？趁温小姐还没醒过来，把手术做了，以绝后患。这种事情让她自己决定。陈以泽不会已经知道怀孕了？温女士，你可以出院了。医生，我先生他有说什么吗？没有。阿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谁给你的胆子？竟然敢勾搭别的男人！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不知廉耻。你真的以为我会接？你躲什么？心虚了吗？我没有。程一泽，你能不能不要把别人想的那么龌龊？不管怎样，像你们这样不知廉耻的人，我看见就恶心。弟妹，别理他，他一向这么贱。少爷，您就不想知道太太肚子里的孩子是陈家南的还是王开朗的？
温小姐已经去医院做流产了，医生说流产需要坐小月子，否则会留下病根。这需要注意的事项，看一下。要是这次刮宫流产后，你以后再要小孩子几率会很小，你确定要做吗？怎么办？陈家是不会允许我留下这个孩子的。看一下我面前。你干什么去了？难道让我帮你剪吗？那个女人在干什么？温小姐一直忙着在各个部门之间送文件。还有啊，小姑娘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上了少爷的床，你就是少奶奶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第一个不认，我们干活吧。不认谁？老板，你知不知道他是我的太太？谁给你的权利支持？老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少奶奶，这活了，我滚一边去！哎，马上滚，马上滚！你今天去医院了？我有点不太舒服。不舒服就回去休息，别在这儿受人欺负，丢人现眼。您帮了我，说句好听的会死。跟我去趟办公室。 I believe 그댄 곁에 없지만你要是困，就去沙发上睡，不要在我面前发芽。 그치지 않을 것 같아 기나긴 비가 지나고 나면 숨기지 못한 그대 표정이 以后把公司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，冷气开这么低，不怕耗电。少爷，咱们这几千亿的集团在乎这几百的电费，哪那么多废话？ 아직 마르지 못한 것 같아 긴 밤 사이 내린 비처럼 哎呀，天都黑了，你等了我很久吧？我也刚忙完。少爷，我都睡了快3个小时了，还不走吗？又困又热的。我没睡，我一点都没睡。你们继续。 他虽然表现得很凶，但对我还是挺好的。干嘛用这么恶心的眼神看着我？我恶心。我饿了，去吃点东西。看你想吃什么？
我随便吃一点就行了，你点吧。老板，先生在哪？我要包场，菜单上的菜每一样都给我来一套。好，先生。清场，清场，各位，对坐。凭什么赶我们走啊？有钱了不起啊？不就是包场吗？我们也包得起。姐夫，姐夫，我们能跟你们一块吃吗？老板，先生在哪？我不是说包场，一个苍蝇都不要。好的，先生，明白。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不会让姐夫赶我们走？你可别乱人心气，我没你这样的妹妹。妈，文宇那个狐狸精不知道给陈一泽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居然让他这个暴虐成性的人为他转了性，因为他还经常把我赶出来。放心，妈一定会为你出了这口恶气。文玉，明天晚上8点在月色酒吧，我想跟你谈谈关于你母亲的事情。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先生，温小姐来了。她来这里，她在隔壁包厢约了人。蠢女人，打了胎不好好在家休息，居然来泡吧。她是嫌命太长了，赶紧让她回去。不问约了谁吗？阿云，你何必和我闹成这样呢？看来你不是诚心想跟我聊我母亲的事儿。哎，周总，快出来呀！要不然你个小美人可就要走了呢。哦，大美女，小美女，你就是陈宇哲的第4个老婆吧？果然清楚。你想干什么？喝酒啊？别，有脾气的小美女，我更喜欢。怎么回事？温小姐包厢被锁了。你们先玩。臭娘，不就喝杯酒吗？哎呦，阿玉，你年纪轻轻就独守空房，怪可怜的。哎，周总就是想疼疼你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小美女，你在陈家过得比下人们不好，给陈应哲这个残王守着身子做什么？谁跟你说？我在陈家连个下人都不如。李思思没告诉你们，我老公带我去吃饭，还包场的事情吗？哼，他就是个残废，有什么可炫耀？我老公英俊又有钱，他还有8块腹肌加了人线，他身体很棒的，你女儿惦记他呢。是吗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过来，这一次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吩咐人清场，再把监控关掉。我程一泽的女人，除了我，没人敢欺负。哎，是你说要睡陈一泽的女人，早知道你这么怕他，我就不给你安排了。谁怕他了？他不就是残废？今天我就要把他老婆睡了，给他戴一顶大瑞帽。好，那我就做个好人，给你们记录一下美好的瞬间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看你那点出息，遇到这种事也不给我打电话，就你的小身板，你过来。
흐린 기억 속에 꼼잡혀나서 날 부르는 그대 그 목소리가 阿月，都是我的错，周总，我实在是得罪不起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滚开！你这个贱人，分明是你主动叫我来说，你说陈义哲满足不了他老婆，你才叫我来的。别胡说，分明是你要挟在先，你说的。吵死了！三少，你不要听那个女人胡说八道。三少，我真的是被骗的，你就是借我100个痰，我也不敢碰你女人啊。三少，想让我原谅你是吗？可以，把你刚才想做的那些事，对着这个老女人再做一遍。你敢？我好歹是温太太，我们两家是亲戚，你就不怕这传出去被人笑话吗？给我好好录像，我要高清。阿月，求你救救我！我好歹是你的继母啊，我不能被这样羞辱，闹出了丑闻，对你一影响也不好啊！你也知道这是丑闻，你刚才对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不是挺高兴的吗？阿月，不要背我，不要背我！这样你总该出气了吧？啊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难道你要让我找人教你怎么做事？文玉，你这个贱人，我绝对是不会放过你的！还有你妈，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！你闭嘴！你也配提我妈？你和你妈一样贱！我呸！谁稀罕你们的脸里？再说我还不是在魏家成功上位了？把他嘴给我封起来！我不想再听他说一个字。你愣着干什么？副总想留下看直播啊？怎么，心软了？我想要那个视频。你对那种视频感兴趣？不是，我是想用那个视频当把柄。没必要，我程一泽的女人，没人敢欺负。你不要想太多，你现在毕竟是我名义上的太太，欺负你，就等于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在乎我就说在乎我吧，干嘛每次都用同样的借口？你不累吗？怎么？因为我救了你，要以身相许。 당신에게 드릴 게 없어서 나의 마음을 드려요. 그대에게 等你身体恢复了，立刻要。 我妹妹怀孕了，刚刚差点。妈，魏宇那个贱人怎么把你害成这样？一定不能放过他！我去找他，让他过来给你磕头道歉。不能去，要是激怒他，把视频曝光，你妈是不会放过我的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一直被他踩在脚底下吗？对了，爸爸早上发信息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。 要是他看到你身上的伤怎么办？当务之急只能糊弄过去，千万不能让你拔起疑心啊！文玉，今天就算计放你一马，迟早有一天这笔账我会算回来的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继续说。光华国际的项目合作方提前泄露，对方终止合作了。给我查！ 马上封锁公司所有的电脑。已经查出来了，是谁？是太太。快，就是他，就他，就他！别他！原来是程三太太泄露出去的，是你指使的吧？对，你要承担责任，即日起就算退出董事会。这件事情与我无关，在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们不能诬陷我。程太太，你还想狡辩？今天不说清楚的话，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里。对，谁也不许离开，想离开，除非签了这份退股协议，
你们自导自演这一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陷害门都没有。喂，动手吧。小心！陈先生，搞了半天你是假瘸，秘密挺多呀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没什么好解释。哎呦！时候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妈，你看，原来陈一泽不是残废，早知道应该让我去陪睡了。郭云那个贱人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？怎么可能呀？都上头条了，这还有假？现在看来，他又帅又有钱，在陈家的地位越来越高了。本来这一切应该是我的。都当小三了，哪儿小？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不嫁也得嫁。秀博他的一切，我都讨厌。少爷，玉佩有消息了，是从点赞航站里传出来的。安排一下，马上过去。姐夫，怎么是你呀？那晚在月色酒吧，我没有做保护措施，你有没有怀孕？这是温韵的玉佩，莫非那天在月色酒吧，他俩睡了？没有，那天晚上的人居然是你。没怀孕就好。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那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。毕竟你跟姐姐已经结婚了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会误会的。这跟他没有关系。这卡里有500万，我们2清了。那晚酒吧的事只是一个意外。那让我想想吧。姐夫，最近太累了，头好晕啊。姐夫，给我留个电话吧。给他留个电话。陈一泽啊，你早晚都会是我的。你回来啦？这么晚回来，在外面玩的挺开心啊？你一直在等我？等你？怎么可能？婚内协议也没有这一天。什么情况？吃醋了？以为全天下女人都喜欢你。 마주보며 나누던 얘기들 우리들만 알았던 얘기들 지울 순 없나 봐 버릴 순 없나 봐 잊지 못하나 봐 오랜만에 陈韵只是个意外，比起其他女人，
更不一定白嫁。 자꾸 떠올라서 발길을 멈춘다 한참 지나서 나 지금 여기 왔어 그때가 그리워 阿姨，好走不挡道啊！阿姨，我一直在等你，不介意今天做那些事，咱们重新开始吧。重新开始，把冻结的信用卡重新给你打开，拿着我的钱继续充当富二代啊！阿姨，再有机会。我警告你啊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滚！大爷，李思思来了，说要找您，让她进来。 姐夫啊，我有点担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姐姐的事情没有让你很生气吧？啊，你还不知道？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这件事情在校园贴吧里传得沸沸扬扬，不过你也别生气，毕竟他们以前就是公开的校园情侣。 姐夫啊，我知道这样很不耻，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的喜欢你。上次你问我想要什么，我就想待在你身边。只想待在我身边。是啊，反正姐姐的心思也不在你身上，就让我来合适你吧。滚出去！姐夫，我让你滚出去，你没听见吗？ 少爷，你再去查一下银色场那晚消费的客人有哪些上过3楼？你是怀疑那晚不是李思思？李思思不是卫生间的那个。是。等等，再把有关所有温韵的照片通通给我删掉。是。就是这个男人，一个陪睡的女人。 胆敢不检点，给陈家丢脸！打！住手！没有我的允许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女？李王叔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最好对他客气点。爷爷，你先别生气，阿韵，她肯定是被陷害的。这种不检点的女人。 根本就不配做你的妻子，你最好现在马上收拾东西，滚出陈家！她是我的女人，我会处置，用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。阿月，你相不相信我？说话呀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说再多还重要。 可是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那张照片一看就是假的，结尾而已。反倒是你，一点记性都不差，你就不应该跟王凯然多说一句废话。那就是相信我。笑什么笑？你严肃点。太太，陈先生说有急事，让你去酒店找他。什么事儿？不知道，他走得很急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你确定他进去了？我办事，你放心。 文韵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逃？陈一泽可不会要一个背着他偷偷和前男友滚床单的妻子。
真以为我会被骗？他找我，他不会打电话给我。慧玉，你这个贱人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手里还有很多你的照片呢。醒醒！黄凯然，我不是让你去睡卫浴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让我来这个房间的吗？慧玉，你这个贱人，我是不会放过你。我一定把你赶出陈家，让你身败名裂！妈，快帮我按住监视温玉的一举一动！温女士，恭喜你，孩子一切正常。宝贝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，带你早点离开这里。谢谢医生。 한 사람이 생겼죠.医生你好，刚才我女儿温韵过来买药，结果她粗心大意，不知道把药忘在哪个地方了，所以我过来再给她开一份。 其实呀，这些药跟在外面药店买是一样的，孕妇前期补充的东西都差不多，只是单独的。温韵竟然怀孕了！送你的。 怎么突然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我看到好看的东西就会想起你，想看你戴上它。 喜欢吗？我戴不好看吧？要不算了吧。很好看，我的你配得上天下最贵的东西。还有，这2天给你找2个保姆，一个负责你的生活，一个负责你的工作。你的衣品穿着实在太烂。我先去洗澡了。 陈一泽，你不要对我这么好。我现在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文宇，现在带妈妈离开这里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这黄梅阔太结婚才2个月，孩子就3个月，这是戴了顶绿帽子吧？你们看，这上面还有录像跟孕检报告呢。真没想到这也玩的太花了吧！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原来他没去流产，竟然敢骗我！马上把这件事情压下去，一定要查清楚是谁曝光的。我问你，你之前去医院到底都干什么？我去医院做什么，你不都知道吗？温雨，你嘴里有没有一句实话？这是什么药？
不是告诉过我你的孩子已经打掉了？说话！这是孕妇补充的叶酸片。温云，你还真想让我给你那个野种孩子当父亲？我承认骗你不对，但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我也不会再相信。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，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能留，否则别人会认为我陈家好欺负。这件事我会处理。你怎么处理？他都给你戴绿帽子了，难道你还要对他心软吗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轰出去！轰出去！爷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难得啊，程一泽如此在意一个女人，只要我能拿住温玉，就可以掌控了程一泽。终于离开了陈家，可我的心里怎么这么难过？对不起，陈一泽，为了孩子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你们快走！你刚刚已经报过警了。竟然敢报警，我非弄死你不可！吓唬吓唬就行，我车一到，你们赶紧撤。阿玉，上车。今晚你就先在这将就一下吧。谢谢你，我去拿点水。你还好吗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真的打算离开程家呀？反正迟早都要离开的。我看你今天不太舒服，我先走了，你在家休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好想他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。该死！去查他定位。对不起。温韵在哪？把她交出来，别逼我动手。温韵只是一个暖床的工具，没想到你还真的为她赶回来了呀！这与你无关。程一泽，跟你斗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软肋了。让护工24小时看着他，不要让无关的人员进来。先生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不必。怎么是你啊？那你希望是谁？看到我很不开心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温韵，你是不是铁了心的想离开我？我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。我不在乎，
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不要。 陈一泽，我求你放我走。这场婚姻你没有资格叫停，只要没有以后，永远说。 你怎么又把这个女人带回来？你要气死我吗？姐姐，听说你怀孕了，昨天晚上一夜未归，孩子没事吧？一个被陈家赶出家门的人，你理他做什么？谁要理我？我让他来的，我觉得思思就挺好，回头就让他来照顾你。你要是觉得好，那你把她收了当二房，反正都是送来给程家男人陪睡的。 爷爷，你看，一泽，也怪爷爷狠心。 我怎么可能怀孕呢？一定是那次没错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嫁祸给陈一泽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之前在月色酒吧跟一泽有过一夜情，没想到一次就怀上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太好了。你不是说你没怀孕吗？你应该知道撒谎会是什么下场。我没有撒谎，之前我也不知道。 现在才发现，如此正好，趁此机会把思思接过来住。我看就没这个必要。一泽，你等等我。文云品行不端，他的眼中不能留。干什么？你前脚说要跟我重新开始，后脚就跟李思思有了孩子，你是个骗子！李诗诗那孩子是个意外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。那怎么样你才能信我？如果我的孩子平安出生，我就相信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李思思那边我去解决。等会去彭玉里，强行带他去堕胎，千万不能让陈一泽知道。好的，大少爷。吴小姐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你要带我去哪？当然是打掉你肚子里的小野种。走！啊！别碰我！走！啊！别碰我！放开我！这是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少爷，文小姐被管家亲自送到医院去了。去医院？让管家出面把孩子打了也好，这样老爷子消气一会儿，说不定还会放过文小姐。你闭嘴！
魏小姐，你忍一忍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，阑珊的人群。先生，手术已经开始了。他肚子里的孩子应该由我决定要不要。三少，这是老爷子吩咐。冲破边界，我来推。不用。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世界，是梦的直觉，冲破边界。别碰我！我们离婚吧。我要离婚。你现在不冷静，不适合谈论这个话题。我现在很冷静，反正我们家也不止我一个女儿，有人更适合你。文玉，你把我程一泽当成什么人？难道随便塞给我一个女人，我就要全盘接受是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想不想？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想不想要这个孩子？你想要孩子是吧？等你身体养好了，我们再生一个。所以孩子对于你们来说就是物品，想要就要，想拿掉就拿掉。你现在立马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好好休息，孩子的事我们以后再说。阿月，你刚才配合得很好，孩子已经保住了。谢谢你帮我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是一个好女孩，程家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随时可以帮你安排。好，我以后会报答你的。不用了，就当是我替程家补偿你。在医院过得怎么样？你最好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厚着脸皮占着这个位置，何必呢？不是我不想离，是陈一泽他不同意。不可能！他要是同意离婚，我还能拒绝吗？签字吧，老子让我来的。算你识相。等你们离婚以后，我自然会送你离开。所以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。谁给你的胆子去找温月？放肆！是我让思思去的。你必须得和那个女人离婚，娶思思。你要给思思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名分。我没有逼他，是他自己主动签的。温月，就这么想离婚？既然他就同意离婚了，你签字吧。我是不会离婚的。胡闹！他都这么羞辱你，结果你还不想离婚？是，不会。我的妻子只有温韵一个。可是你不跟姐姐离婚的话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走吧。好。阿月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3弟一直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说明他心里还是有你的。他的感情我要不起。走吧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这次一定要带你走，我们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哟，姐姐，来看你妈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就一刻都等不了，这么着急进程家的门？我看该急的是你吧？
陈一泽到处找你呢，他要是发现你妈在这儿，一定拿他要挟你，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然后留在你身边，慢慢折磨你，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们这对贱母女就应该下地狱！闭嘴，出来！放开我！衣服这话得赔得起吗？李思思，你赶紧给我滚！我跟我妈用不着你来操心。那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我现在就走，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陈一泽还有你这个脏东西。妈，你醒了，我带你走。妈，阿月，对不起，妈一直没病，都是装的。妈以为太懦弱，也不敢跟你妈抗衡，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。妈，你现在不要说这些，我今天就带你走好不好？快看妈，妈，阿月，太太的话，妈妈都听见了。妈出去以后，绝对不会再拖累你了。妈，你别说这些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开门！妈，你不要放下我！妈，你干什么？妈，你回来！妈走了。妈，你回来！你妈死了倒干净。阿月，医生，快帮我叫医生！来人，帮我叫下医生！快来医生！搭把手了。阿月，对不起。就是因为你，我妈她才会跳楼。你明明知道我妈是我的软肋，你要利用她把我留在你的身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逼死她？阿月，阿月。所有人都到了，送妈走吧。阿月，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让你原谅我？我如果说我要李思思母女死，我妈就是听了李思思的话才跳楼。他们应该血债血还。阿月，你冷静一点。妈的事我会派人查清楚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妈也不希望你做傻事。你在护着她。也对，她现在是你未过门的妻子。不管怎样，先让妈入土为安，好吗？我从此以后就没有妈妈。程老爷早说了，选个好日子让你嫁过去。这会儿你必须先忍着。
我只是想让他们快点走而已。没想到他真的跳楼，还不知道陈一泽要怎么安慰魏云那个贱人呢，真是晦气。什么晦气不晦气的？他死了多干净，你的好福气在后头呢。喂，一会儿等温韵出去的时候，你们几个做得干净一点，千万不能让程一泽发现。一泽啊，我不喜欢这，我们走吧。你给我滚！这里不欢迎你。哎呀，女婿，你可不能推他呀，他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亲生骨肉。女婿，你们给我听好，我这辈子只有温韵一个老婆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太太好像不见了。这是天助你赶紧找，马上封锁所有的出口，把监控给我调出来，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到。是。程江南，说，你把他都给我藏好了。你前妻不见了，你找我要人啊？程江南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小把戏，最好趁我现在没有跟你翻旧账之前多识相点，不然生不如死。程子啊，你也有今天。哼，行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不是因为我怕你，我觉得你很可怜。咱们走着瞧，总有你哭的时候。少爷，查到了，南山高速公路收身上监控拍到了太太的侧脸，他就在刚才上了高速。赶紧备车，走。快走！跪下！跪下！ 하얀 눈꽃처럼 여린 나의 사랑阿玉，真的是你妈的！陈一泽，你为什么要做出一副痴情的模样？你跟李思思连孩子都有了，不是吗？因为他有了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去查一下那个女人。是。一味的逃避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你刚才的行为好像一只落荒而逃的小鹿，你不要忘了，那个男人可是一匹狼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当然是为了你。真的做好准备了吗？要逃到什么时候？反正迟早都是要见。我可以帮你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跟小山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。你帮了我太多了，这一次我想自己来。也许你已经想好了怎么报复你继母和妹妹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陈一泽发现了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有上次你让我帮你查出月色酒吧的事，你明知道孩子就是陈一泽的，若是他知道了真相，你打算怎么面对？孩子是我自己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忘掉过去吧，我会给你新的生活，带着孩子重新开始，不好吗？可是这些年让我坚持撑下去的，只有仇恨。我经过世界。自从容太太走后，您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不能再这么自暴自弃了。
否则，阑珊的人群，你在谢谢医生啊。烟火那少爷，那位小姐的资料已经查到了，你要听吗？冲破边。说，他是著名的设计师顾虎，听说跟贺家家主关系密切，甚至还传闻他们有了孩子。这是他在拍卖会上的照片。一定是他。少爷，那扇止血。去会场。顾小姐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呢。要不要考虑我们公司待遇绝对丰厚？不要跟我抢人！抱歉，视频一下。又想跑？放开我！这次是你主动的，怪我。我找了1年，狠心。装了5年，你不累吗？装了那么久，你不累吗？先生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请你不要再骚扰我。绝对不会再让你痛失心痛。打我，你考虑过后果？5年没见，你胆子倒是变大。放开我！我要说不放，流氓！你承认吗，文玉？你的反应片表示，接吻还是不会换气。你，陈先生，我警告你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已经对我造成了骚扰，等着受律师函吧。好，我等着。既然犯罪事实已经成立，那我就放心的过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叫不回，不是你口中的故人。少爷，有没有可能不是太太？虽然长得像，但性格跟他们完全不同。继续查，从以前查到现在，特别是5年前，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他就算伪造一个身份，也一定会查出漏洞。啊！我的冰淇淋！不要哭。你爹爹呢？他不要我们了，我讨厌他。这种人的确不配给你当爹爹。那你妈咪呢？小山，妈咪，他是你孩子啊？妈咪，这位叔叔看起来好亲切呀，我是不是见过他？请你以后不要再试图接近我儿子。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温玉，可是温玉明明已经不能再生。那个孩子跟你真像。难道当年月色酒吧的那个人是他？你去查一下，当初给他做流产手术的人，究竟有没有真的给他做？是。我要见你们老板。没有预约不能见我们老板。是你们老板约的我。小姐函呢？又是哪个狐狸精厚着脸皮倒贴上来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一泽主动约的，撒谎别不找个好点的理由。温玉，真的是你？你觉得是还是不是？不过是一个整容女罢了，装什么装？一个死人而已，你们一个个都整成她的模样，也不怕晦气。让开，挡我路。现在的女人怎么都这么贪慕虚荣？正品买不起就算了，还买个假货的。我看你这条项链才是假的。我的怎么可能是假货？我这个可是大名鼎鼎的设计师不回亲手设计，全球只有一个。果然，冒牌货配冒牌货，挺般配的。
可是我怎么听说这个设计师设计的项链还没有卖？你在这胡说什么呢？被拆穿了你就撒谎。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这条项链的设计师，不回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就算真的是不回，不过是一条项链而已，根本就不在乎。哦，那就麻烦你以后多买正品，少买 A 货哦。瞎了你的狗眼！我可是陈家未来的少奶奶，要什么没有。倒是你们这些一个个小狐狸精，整天勾引我老公。未来的少女，那就是现在还不是？还不快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以后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给我放进来，否则你们都给我滚蛋！够了，温云。一泽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温云，那个女人，姐姐早就死了。陈先生，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合作了。你等等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你跟我谈一谈。不必了，既然你未来太太这么不喜欢我，还说我是什么整容狐狸精，如果这样我继续在你们公司任职，岂不是显得我更不要脸？你知道就好。你闭嘴！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走！能签约到我们公司，说明我和布小姐有缘分，注定有合作。陈先生，那我就明说了。我知道外界很多人说我长得像你死去的前妻，这个我控制不了。其实我有男朋友，也有孩子。你男朋友是谁？这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从现在起，一定。你忘了你有未婚妻？他永远进不了程家。至于你，我有的是时间。你想怎样？我想把那天拍卖会没做完的事情写在陈一泽，你有未婚妻也有孩子，如果你识相的话，不要再纠缠我了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的妻子只有温雨一个，结婚正常都是你，而我的孩子是他。陈先生真的是多情，但是你的那位未婚妻，大家都知道。外面的传言我不管，在我这里。他生起气来的小动作，果然和温雨。爹地，你就陪妈咪一起吃饭嘛。我都很久没见你了，也想你了。干什么啊？当然给你买的，包啊花，我不喜欢。你先手，明天继续。哎，喜欢。我有男朋友，你不要给我造成困扰。你有男朋友，你让他来找我，我替你解释。不需要。谁呀？你要是要钱的话，我现在可以跟他转。你走错了。是你。那晚在约瑟酒吧是你对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既然你不知道，我就当你回忆一下。现在想起来了？我想不起来，外面有人。陈一泽，叫我老公，我会更喜欢。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因为我是你老公。你女人那么多，又不差我一个，
干嘛非要纠缠我？吃醋了？这么些年我从来没碰过，都被你攒着。把手拿走。这5年来，我想你想的骨头都疼。这5年来，我想你想的骨头都疼。没想到你回来了，还带了一个孩子给我。那是我的孩子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孩子，要是当初没有我的播种，你能生下小可爱吗？你现在不让我认儿子也就罢了，还养野男人。怎么，你让我儿子去叫别人叫爸爸是吧？这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么明白，看来真的是没男人疼。你不会。没错，我就对你有反应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也别在这儿，换个地方。去我酒店敢吗？酒店我来订。房间的钱我还出得起。你要是再敢缠着我，我就让所有人知道你不为人知的隐瞒。阿月，我知道是。陈一泽已经认出了你，得赶紧报复李荣母女，带着小山远走高飞。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李荣今天晚上会去这家医院看病，医生是我的人，你可以放心做你想做的一切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我等你报完仇，回到我身边。赵医生，我最近睡眠不好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先喝口水吧。跟以前一样，闭上眼睛，放轻松。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妈？不是我，跟我没关系，是他自己救我的。你胡说！不是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只是要私自去告诉他，小叶，相信你吧，我会到你线上，求求，其实去疗养院救你妈出院的。他没想过绑架我妈，要挟我吗？没有，我也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我只是想让你快点离开，以后还是什么好事。我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！顾小姐，他已经晕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想要折磨一个人，死是最好的解脱方式，活着才是最大的折磨。没事吧？小鬼，来人了！你冷静一点，他找我回来索命了，是他！妈，你冷静点，他不是鬼，他只是长得像魏玉那个贱人而已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有鬼！你给我滚！少在这里胡言乱语。看来陈先生昨天晚上被人虐待，过来看病啊？我得的是心病，只有你能治。那你真的是病得不轻。我都这么主动了，他怎么一点回应都没有？唉，说到追女人啊，你得让女人主动的心疼你，这样你就成功不远了。怎么主动心疼？你得装可怜呀，你得示弱。可笑，让我给一个女人装可怜，还示弱，这辈子干不出来。哎，
哎呀，我这发烧越来越严重了。陈三少怎么演？你回来要干什么？我来送你一份大礼。什么大礼啊？这算什么大礼啊？我早就知道。当时我跟你在卫生间帮你回忆咱俩第一次认识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月色酒吧那个女孩是你，不是李思思。那你还留着她？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追你，哪有空搭理她？要不换个礼物怎么样？比如给我一个追你。你是追不到我。为什么？你是渣男。我听说你骗了你前妻，指使下人打掉他的孩子，这样的男人，我不回是不会打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当年送她去流产的那个佣人找到，看看是哪个不长眼，敢算计我。是。那李思思的孩子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没碰过她。这个女人拿着别人的孩子要挟，我是不会放过她的。你干什么？弄疼我！李思思，你如意算盘打得真好，偷梁换柱的桥段，你以为没人知道是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5年前在月色酒吧，玉佩是你捡的吗？玉佩是你给我的，你说了要负责，所以拿玉佩当信物的。可我有没有告诉你，玉佩从来不是我主动给的？时间太久了，我记不清了。你这么好的演技，不当演员真是可惜了。你现在立马收拾东西，给我滚出程家！5年了，你对涛涛和我就没有一点感情吗？你还敢跟我提涛涛？涛涛是你亲儿子，就算你再讨厌我，也改变不了他是你儿子的事实。你再跟我说一遍，涛涛是我儿子。他就是你儿子，亲子鉴定你不是看过吗？5年前在月色酒吧跟我过夜的是温月，不是你。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碰过你，你还敢说涛涛是我儿子？温月那个贱人，他回来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不准你这么说他，骗我白白给你养了5年的儿子，我现在看见就恶心。滚！温月，你这个贱人，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要跟我抢？吃的怎么样？下次再过来报我的名，免单。这家餐厅我刚刚买。不好意思啊，下次去我家做给你吃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扰我。好啊，长本事了，现在都学会在家给野男人做饭吃。你吃饱了吗？我们吃差不多了，要不走吧？好。小心，刚刚没站稳。手往哪放？跟你无关。她是我老婆，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？谁是你老婆？你想干嘛呀？你们别吵了，都给我住手！陈一泽，你喝了多少酒？我没喝酒，我是个无家可归的。我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别我哪知道，你要是无家可归，你名下那些房产都是摆设。我真的没地方去，你愿意收留我？我现在有男朋友，你介意多一个吗？我可以不要名分。堂堂陈家三少，竟然要给别人当小三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当小三我也干嘛呀，痛痛！放开我啊！陈一泽，你疯了！好了，我这撒什么酒疯？我没疯，你是我太太，我对你做什么都有。
我们5年前已经离婚。可我还没同意。你注意了？不知道。手机呢？手机我也不知道。那你今晚睡沙发。我要跟你一起睡。要么睡沙发，要么滚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陈先生都忘了，昨天晚上就是你死皮赖脸的非要做我的小三。抱歉啊，昨天晚上做了那么丢人的事。老婆，我要喝水。谁是你老婆？海韵。谁允许你拍照？这衣服是谁的？衣服是谁的？当然是我男朋友。你拿你男朋友的衣服给我穿，文玉，你在羞辱我。怎么心虚了？我心虚什么了？我不拿贺启生的衣服给你穿，拿什么给你？余款吊带要吗？你可以给我买套新的。我才不要穿别的男人穿过的衣服，尤其是贺启生。陈先生，我这里是没有你的位置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。你跟贺启生同居了？你现在这么问，我可以理解成你在吃醋。当然，你是我老婆。那是以前，现在贺启生是我男朋友，我也绝对不会给你机会做小三。你死了这条心。我真的很爱你，你回来吧，回到我身边。都过去了。你现在终于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了。我们之前的婚姻本来就是利益捆绑，你又何必揪着不放？我不管，反正你是我的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，以后更是。没有以后。反正你是我的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，以后更是。没有以后。少爷，查清楚了，之前宋太太流产的人是管家，只是她太太名字是陈佳楠。你说什么？陈佳楠在太太回来之后，还经常跟她保持联系。我有危险。美女，一个人？怎么是你？你认识我？你果然是文宇。总不能是我了，毕竟你们之间还有过一段感情。你跟姓陈那个小子，你侬我，我可是伤心了好久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就要跟你叙叙旧，毕竟你现在是陈家的三太太，而我却被陈一泽毁了一切。你说这笔账该怎么跟你算？疯了！忘了告诉你，那孩子在我的手上。你少跟我虚张声势，我早就防着你跟李思思，孩子我藏得很好。你难道不知道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？要不是陈家南把消息透露给我，我还真的没有这么快得手。小山，你有什么话可以冲我来？孩子是无辜的。孩子一点都不无辜，毕竟他是陈一泽的孩子。你说到时候他要是知道孩子没了，这是什么？
一定会很好看。一想到这，我就浑身一颤，好兴奋啊！你敢？为什么？孩子现在就在那棵树上。究竟想要什么？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一个人带着江南仓库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陈一泽，还有不要报警，把孩子剁碎了送给你。疯！我早就疯了，被你们逼疯的。按照我说的做。阿玉，阿玉，你在家吗？少爷，2天了，还是没找到魏小姐。终于回来了。陈天南没把你怎么着？怎么突然被放了？是王凯然，王凯然绑架了小山。小山不会有事吧？别怕，有我在，别怕。没想到是王凯然，你马上控制住李思思，这件事情跟他绝对脱不了干系。是。是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没什么事。以前我错失了保护你们的机会，这一次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一定要找到小山，一定要找到小山。这次我一定会让王凯然碎尸万段。我儿子呢？给我说！放了我，不然我死掉。先找到小山。王凯然，你这个蠢货！我当初怎么下脸看上了你？如果不是因为你支持你这么做，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吗？胡说，我没有。原来是你，我没有，是他，都是他胡说的。如果参与了绑架，怎么可能等着你们来讲我呢？我没有姐。撒谎！思远，他从一开始接近我就不停的勾引我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会看得上小三的女儿？他连你一个头发丝儿比不上。王凯然，你还要不要脸呢？明明是你贪慕虚荣，一直被我姐养着，还真当自己是富二代了。你就是个凤凰男。我凤凰男？当初上杆子让我睡你啊！还给我生了个孩子，嫁祸给陈一泽。要比贱，谁能贱得过你啊？你们别说了，我儿子到底在哪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别过来，我劝你别过来，不然你儿子比我还早。说不说？我说，我说，是陈家南。怎么会是陈家南？当时他还帮我保住孩子，所以我才信任他。你不要自责。小山，他会对小山做什么？你放心，只要他还没有达到目的，他一定不会伤害你们的孩子的。这个男人，你想怎么解决？他们两个真的姓查吗？小哥。陈家南，你把我的孩子藏到哪去了？孩子自然在这儿，不过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因为这里炸药。不信的话，我可以试试。你让他们走远一点。陈家南，你疯了吗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孩子的命当初是我给他的，所以我现在这么做也算是两清。陈家仔，你想要收拾的人是我，跟孩子没有关系。是，我恨的是你的命，我一定会拿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吧，没必要跟他纠缠。文月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叫不回。你的前妻5年前已经死了。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要我把亲子鉴定摆在你面前吗？你有资格做亲子鉴定吗？5年前是谁把你的前妻送到医院做的流产？对不起，5年前把你送进医院做流产的是爷爷，有区别吗？你还是没有保护好他。那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。所以你就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是吗？对，他是我男朋友，很快就是我的丈夫。孩子的抚养权也有我的一份，你没资格带着我的儿子去找别人叫爸爸。我不会放弃的，你和孩子只能是我。不会别怕，有我在，孩子的抚养权没人能抢走。我们走。不过在你死之前，我需要你帮我签2个文件。原来你想要的是这个。没错，程家的继承人必须是我。不过我可以给温韵留一笔钱，好歹孤儿寡母的，怪可怜的。好，我签。好了，现在到做选择的时候，孩子和温韵，你只能选一个。可以选。程一泽啊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只给你3秒钟。1、2。你放了他们，我跟你走。陆哲，快点好起来好不好？你不是答应我是要重新追我吗？我不要你重新追我，只要你醒过来，我们就像以前一样好好在一起。还有小山，小山也在等你。你快醒醒吧！我求求你了！我还没死呢，你就哭这么小。你醒了！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你没听到这句？那你要跟我在一起，何其正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小山的干爹。果然我猜的没错，你的眼里还是有我。